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顺便送些吃的。路这么远，一个人赶车来的？二庄认识路。这骡子跟你倒是亲。牲口通人性，我带了些东西：猪肉干、腊野兔、土豆、红薯，还有一罐辣椒酱。这么多。老乡，弟妹又给你送吃的啦！上回的锅盔我可记着呢。一边去！小百红，你媳妇儿来了，是送了些家里做的吃食，叫她进来坐坐。正好我有话想问。上回那个锅盔耐放顶饱，冷了也不硬。谢大人夸奖，那锅盔本就是照着行军干粮做的。这两个是什么？土豆和红薯，番邦传进来的作物，耐旱，产量高，生产期短，2个月左右就能收。2个月？千户大人跟那小娘子聊什么呢？说了这么久。唉，听说是问粮食的事儿。咱营里这个月的军粮又拖了，再拖下去，1天2顿干饭都保不住了。一亩能收多少？保守2、3千斤，种得好4、5千斤。如果这100亩种成了，明年可以种1000亩。小郑，你这个媳妇儿比你会算账，她确实比我强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嫂子，大哥在军营里好不好？好，他让你们别担心。黎千惠找你说什么了？问土豆红薯的事儿。是不是军营里缺粮了？这个月的军粮又拖了。哎，边关就是这样，朝廷粮饷年年拖。那咱们能不能把土豆红薯卖给军营？现在还不行，得先收下来，让人看到产量。明天咱们得再翻几亩地。不对，嫂子，怎么了？嘘，他们说地里有东西在偷吃苗。淑娘子，你看这边，这是什么东西咬的？像鼠，可没这么大胃口。我种30年地，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鼠患。是阿4鼠，但不是1、2只，至少30、40只。不管，这100亩地都保不住，怎么办？别打扰他，让他想想。有帮手了，山上有狐狸窝。嫂子，狐狸能听人的？不是听人的话，是他知道哪里有好吃的。真能成？不是，这100亩才真保不住。我知道你饿，你还有1窝崽子要喂。地里有田鼠，30、40只，你帮我抓，我每天给你1块这个。账不是这么算的，你不亏。嫂子一个人跟狐狸说话，别去，你嫂子有她的办法。他不咬人，他不咬，今晚他会带同伴来，明早这田鼠至少少1半。嫂子，明天让看告辞带2个人来，这底下有水。淑娘子，你说这底下有水？有，这山坡旱多少年了，哪来的水？挖2丈深，保准见水。挖不到水，今天工钱我照付。动手！再挖下去就沙是湿的。再往下半尺，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
舒娘子，你怎么知道底下有水？不是我知道，是狐狸窝的位置告诉我的。狐狸不会把窝做在离水源太远的地方。哟，舒娘子可真本事，连地底下的事儿都知道。人家找到水是好事，你这张嘴能不能积点德？先是药材，再是人参，现在连水都能找到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本事？嫂子，剩下那批货，虎子和阿俊跑6个村，卖出去7成，剩下3成别降价。下次赶集，买2条发带，送1根素色的。你这脑子不去镇上开铺子可惜了。怎么了？这里是萧百户家，您是哪位？我是镇上孙记布庄的。东家让我问你们碎布头还收不收？收，不过价钱得重新谈。上次你们涨了3文。不出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？上次还嫌咱们买碎布头麻烦。不是不出好说话，是怕咱们换别家进货。那咱们可以多找几家不出比价，明天就去，镇上3家都走一遍。谈生意不能只等人上门，谁先怕，谁就先让价。第一家，周志。舒娘子来了，上次碎布用的可好？每个月至少10袋，您这儿能供多少？10袋太多，要看。那我去隔壁无忌问问。哎，等等，8袋，我保证凑出来。嫂子，你刚才那个转身太利索了，周掌柜脸都绿了。谈生意就是这样，你不走，他以为你还有余地。那还去无忌吗？去，不买碎布，买成版好布，新花样得让人一眼看出跟仿品不一样。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谁在打听？沈家那个新媳妇儿，姓舒的那位，问碎布头多少钱1袋？舒兰要学咱们，二真要学咱们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他学不会，他知道买布，但不知道买了布之后怎么做。记住，别盯别人做什么，盯姑娘们缺什么。做好了没？3天了，就做出这几根儿。这东西看着简单，做起来费功夫。包边要平，不然磨头发。下个集就剩5天了，我今晚少睡一会儿。还做呢？不做怎么办？萧家摊子一天赚好几两，咱们绣品才卖60文。你做的这些跟萧家的比，我做的比他们好。这是不是上回那家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京城手艺，您瞧瞧。跟萧家那个不太一样，这个边有点扎手，颜色也不太对，这红发暗。嫂子，对面那个是不是？别管，专心卖自己的。这个比上次还好看，多少钱？看多少钱？12文1条，买2条送1根素色发带，给我拿2条。卖了几个？4根。花那么多钱买碎布，就卖出去4根？他们不识货。人家萧家排长队，你说说，到底哪里不一样？嫂子，今天新品发带卖了60多条，回去记账。下个集上就做这个，用无忌细木布做面子，里面加一层衬。嫂子，你怎么每次都能想到新花样？因为我不盯着别人做什么，我盯着姑娘们缺什么。没事儿。嫂子，大哥回来了，还带了个不认识的人。这是镇上孙记粮铺的姨，她想跟你谈粮食的事。听说你地里种了不少番邦作物，我想提前谈谈收购。萧百户家这日子比上半年强了不少。大老远来，不只是为了夸我们家日子好吧？舒娘子爽快，我想提前跟你签个收购契。煮气41斤1文，煮血51斤1文半。
阿和，你来帮我看看锅里，1文1斤，镇上4卖5文，他是来捡便宜的。我知道，他是来探底的。镇上土豆5文1斤，红薯4文，您出1文，这不是收购，是打发叫花子。市价是市价，可你这100亩地收了粮，总得有人收。那就不劳孙掌柜费心，我家的粮不急着卖。不急着卖，不急着卖，等收了粮，看你急不急。哟，这不是孙记粮铺掌柜吗？来谈生意。这才40天就长这么大，1亩3000斤不是梦。边关麦子1亩才300斤，这真能长这么多？他让挖深沟铺底肥，隔1尺种1棵，跟咱撒种看天不一样。今晚让二壮守东边地头，有兔子闻着甜味过来了。兔子也吃这个？这个甜，兔子鼻子灵，骡子的气味能把兔子吓跑。今晚辛苦你。你又看什么？明后天要起风，把地里的沟再挖深半尺，别让风把苗刮倒。叔娘子，这沟再深半尺，真能防风？挡不掉风，能稳住根。今晚把草林子也备好，风真大，明早就盖。叔娘子，这风太大，要不要停工半天？不停，土豆秧矮，红薯藤贴地，都扛得住。刚一栽那几垄嫩，草林子遮上。人家种土豆红薯，刮风不怕，你种麦子，一场风白费半个月。娘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倒是做出点让人不说的事儿来。嫂子，周掌柜传话，下个月碎事故头只能供5袋，不是8袋了。原因，他说染肠出了问题，不是染肠，是有人在中间截货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明天去周记，当面问清楚。真有人截货，就把无忌和另一家的货全包了，让截货的人囤一堆碎布烂在手里。上月说好每月8袋，这月怎么变5袋了？染厂真出了状况。后面那几捆不是给我的。老三，上回说好的3袋。叔娘子别生气嘛，做生意价高者得。你买碎布袋是你儿媳妇舒兰的主意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京城来的又不是你一个，卖了会4根发绳。3袋我有，但想断别人截货，光包我一家不够。每月10袋，按现在价，连续3个月。条件不能再卖给申家。成交。他家买了碎布，能做得出来吗？做得出来，但做不长久。周记那边还能买到吗？娘先别问，我不会创新，但我会学。这点布撑不了几回集。天哪！都看见了，一株就这么些，1亩有多少自己算。比麦子强10倍不止，我还笑话他是我眼拙。叔娘子卖不卖？我家想买几斤尝尝。卖，村里人买2文1斤，镇上价5文。我要10斤，给我留20斤。排队，一个一个计。先紧着村里，账记清。回去吧。他种的东西真能长这么多，我当初怎么没想到？想到什么？你也想种？今天村里订了300多斤，不止村里，外村也有人问。第一批先紧着村里，剩下再往外安排。萧征那边有消息吗？大哥说驻地粮草这月又有延迟，黎千户正发愁。你去传话，等这批土豆收完，让他带黎千户来家里一趟。这往哪儿放啊？堂屋都快走不动道了。得建个仓库，至少能存5万斤。5万斤，要木头，要瓦，还有人手。木头买，瓦用粗瓦，
人手村里找，工钱照旧。铺石板防潮，这钱花的值，粮坏一成，比石板贵。嫂子，这仓库真能装5万斤？不够，以后再扩。周掌柜，碎布头还有吗？半袋也行。真没了，剩下3袋都被无忌调走了。你去吴掌柜那儿问问。你这拼来拼去的，能好看吗？拼色挎包，它是按深浅排成渐变，这个不难，只是费功夫。唉，我不会创新，但我会学。跟萧家那个挺像，就是颜色暗了点儿。20文一个，比萧家便宜10文，背坏了包换。嫂子，他开始卖拼色包了。看到了，他跟我们学，咱们要不要降价？不用，他卖20，我们卖30。他抄了外观，没抄品质。我们有好布，有衬。贵10文也值。这个结实。给我也拿一个，记住，低价能卖一时，品质才能卖长久。拼色包。我回头给您加固。我当30年村长，没见过哪户建这么大的粮仓。这批粮打算怎么卖？不急，越往后粮价越高。粮堆着要防虫防鼠，鼠不用担心。仓库交给你，有老鼠就抓，有生人靠近就叫。好狗，好狗。田鼠的事，谢谢你了。山里有别的人？我知道了，先别靠太近。仓库建好了？建好了，3间，能存5万斤。营里又裁了一顿饭，1天2干1稀，改成1干1稀。又要打仗了。运粮车在凉州被扣，东线军粮结了一半。明天让黎千会来，带顾须官。你想把粮卖给军营？不是卖，是先赊。军营先拿去吃，粮饷到了再结账。阿和，那可是几万斤粮食，万一没有万一。军营欠粮饷，他们认账。萧征在营里，这笔账跑不了。我明天一早就去。赊给军营，你不怕亏？亏不了，边关缺粮，朝廷迟早要补。与其让粮商压价，不如让军营欠人情。你算的是账，也算的是人心。黎千户是个记恩的人。我娘说的对，我这个媳妇儿比我会算账。你不会算账没关系，我会。明天我带黎千户来。出来，快看，军营来人了！萧征说你种了100亩，我当时以为你在吹牛。现在呢？现在我信了。赊多少？先赊1万斤土豆，5000斤红薯，省着吃半个月。半个月后如果补接不到，到不了再赊第2批，但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批粮只供军营，不能转卖，不能流入民间市场。若镇上倒卖，后面的赊账就停。小征，你这媳妇儿比军需官还精。不是我精，是我不信镇上粮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萧家把粮卖给军需营，不对，是赊，朝廷钱到了再还。这胆子也太大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人情，以后萧家在军营什么分量？这是啥？小百户媳妇种的，叫土豆。
能吃，我家的吃了半个月。搬进库，削皮切块，今晚炖。这比杂粮饼强多了，甜的软和。还有没有？一人一碗，想吃等明天。老肖，这批粮是你媳妇赊给军营的？赊了多少？1万斤土豆，5000斤红薯。15000斤，你媳妇这是把半个军营的嘴都喂了。掌柜的，千真万确，李千户亲自去拉粮，板车排了半条街。赊一个军户媳妇儿敢跟军营赊1万多斤粮，去把周记和吴记掌柜请来，有要紧事。萧家媳妇儿把粮直接赊给军营，一文没经过我们的手。他一个种地的，怎么搭上军营？他男人是百户，这桥早搭好了。从明天起，3家收购价统一压到1文半。嫂子，3家粮铺都降了，3家粮铺都降了，土豆1文半，红薯1文。这是冲咱们来的。军营那边要是补给还拖呢？1个月后的事，1个月后想。眼下更要紧，阿黄早上不肯吃东西。病了？不是病，是闻到了让他不安的气味。边关有鹿，我这辈子没见过活鹿。有。鹿会祸害粮食吗？不会，但鹿来了，说明深山里有什么把他们赶出来了。比野猪更凶，所有动物的天敌。豹子，旱季还在，水和粮会把它们引下来。山里有大型猎食者，母狐怕它，阿黄也察觉了。豹子，豹子，可能是，暂时没下来。那帮工怎么办？仓库粮怎么办？白天人多没事，晚上关键，仓库不能只靠阿黄。我明天回营，跟黎千惠借几张弓。仓库周围今晚先点2堆篝火。别叫！他下来了，别动，动。比狗大，比豹子小，不是豹子，那是什么？半大的山猫。山猫也会偷粮？它不是偷粮，是闻到了老鼠味。阿黄把老鼠赶出去，老鼠在墙根外做窝，山猫是来抓老鼠的。所以今晚来了个帮忙的。母狐怕的不是它，是让山猫都待不住的更大东西。入的更大东西。天亮我进山看看。不进去了，走。山上什么情况？深山里有一只豹子，暂时没下来，但领地往下移了至少3里。真下山，村里牲口就遭殃。旱季再拖1个月就不好说，再加高2尺。晚上篝火不要停。村里养狗的多不多？有几户养，但都瘦，看门还行，打猎不行。能看门就够，先让他们吃饱。叔娘子这是干嘛？开狗市？这几条狗，我借1个月，
每天管2顿饱饭。舒娘子说真的，白喂1个月？白喂，但有个条件，这1个月他们得听我的。粮仓守夜是村里的事儿，村里的事儿，谁家借出去，舒娘子管饭不亏。等。先学等，再学守。嫂子，他们能行吗？先让他们记住路。从今晚开始，半个时辰一圈，叫3声就有人来。不是咬的，是抓的。豹子没想杀他，是赶走。他守那片山坡太久了，豹子把那一带圈成领地。今晚住我家。咱家现在是真热闹了，骡子、水牛、6条狗，现在又来一只狐狸。他帮我们抓过田鼠，他也是咱家的，是咱家的。娘，还有那只山猫呢，说不定也来。睡觉。老肖，上次土豆快吃完了，伙头说还够3天。镇上3家粮铺压价，摆明逼你媳妇低头。他不会卖，粮堆库里又不是银子，放久会坏。舒娘子，上回不处的事儿是我不地道。什么事？你家土豆能不能匀几百斤给我？你们家4口人吃不了200斤，留种嘛，明年开春也种。可以，但只能自己吃和自己种，转手卖给粮商，以后1斤都不给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了，舒和姑娘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他说自己种，你信？我不信，200斤翻不起浪。他若转手，下次我就有理由拒绝。1半自己吃，另1半你明天拿镇上卖，4文1斤，保管有人抢。行。我认，但不会认一辈子。嫂子，他们今晚还守夜？守，从今晚开始，每夜3组巡逻。粮车放行了，但只拨1/3，省着吃10天。10天之后，你媳妇儿上次说可以赊第2批，可以，但她要军需官亲自谈。这比土豆还甜。红薯能当主粮，也能晒干磨粉，放1年不坏。第2批能赊多少？再输1万斤，但我不输给军营，我输给你。你是军需官，粮在你手里。这批粮食赊给东县军营，秋粮入库后优先偿还，盖你的印，也盖黎千万的印。这份文书分量你想好了？秋粮脱了，还有冬粮。朝廷欠边军粮饷不是1年2年，但从没赖过1年2年，但从没赖过。我赌的不是朝廷讲信用，我赌的是边军不敢让朝廷赖这笔账。文书我来写。掌柜的，又赊了1万斤，他哪来那么多粮？库里至少还有1半。镇上百姓买土豆都绕过粮铺去村里。街上有人4文1斤摆摊卖土豆，是申家媳妇舒兰。还有没有？我上次在萧家买过，孩子爱吃。有，4文1斤。这不就是萧家土豆？管谁卖，4文便宜。嫂子，舒兰在镇上卖土豆，4文，在镇上卖土豆4文1斤。我就知道，什么自己种，转头就卖了。卖了多少？2袋，大概200斤，卖完了。卖完就卖完。他帮我做了件事，让镇上知道4文能买土豆。就挣这么点儿？进价5文，卖4文，1斤亏1文。你疯了！人家2文卖村里赚人情，赊军营赚人脉，你拿他的东西倒卖，还亏。阿黄，谁？出来！别追！桐油，桐油是镇上油铺才卖，不是村里人。
我想报官。没抓到人，也没点着，官府未必立案。不用立案，让官府来走一圈，让镇上知道萧家仓库被查了。例行问话，前日夜里可有人买过桐油？我这粮铺不卖桐油，差爷找错地方了。有线索及时报官。谁让你用桐油的？不是我，我找的人自己买的油。闭嘴！这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动萧家仓库。那梁家呢？另想办法，现在不能再动他。给我的，不是送礼，是交差。咱家现在是真成山神庙了。娘，昨夜山猫也在后院抓老鼠。这一季好，下一季不一定。旱情还在，水渠快见底了。我知道，真要抗洪，得修渠。修渠要银子、人手，还要官府批文。水从那里引下来。修渠是好事，但我是军职，管不了民政。我知道，可水渠要经过卫所荒地，我需要大人点头。那块荒地旱了多年，我可以开通行文书。买地种粮、遮军粮，现在修渠不像普通军户媳妇做的事。那我该做什么事？前夜走水的事查清了吗？上尉，需要我协助吗？暂时不必，我自己能应对。若有难处，再来找我。修渠，叔娘子出一半钱，另一半出工抵钱，每天30文。修渠给自己用，还给工钱，我报名。渠从人家地头过，人家不愿意怎么办？从水源地下引到我100亩地，再分2条支渠，谁家地在渠线边可以接水，但接水的人家要出工修渠。我家在东边，我一家3口都出工。娘，这个发芽的土豆种下去能活吗？都发芽了还问？你种它干嘛？我想看看它怎么长。渠沟挖到军营东边荒地，了，离千岭文书没问题。还有，东边过去是柳翠华家屯田，他一早站地头盯着。让他看，渠修好，他的地也能接水。这石头地得刨到什么时候？绕不过去。底下有旧地基。老卫所旧址，30年前这里有兵房。石板撬起来碎石就好挖。这些石板正好铺渠底，省料。嫂子，吴掌柜说京城大老板要来，有消息了吗？迟早会来。京城的大老板到了，明天聚贤楼摆茶，想见您。鄙人姓郑，京城隆盛商号东家。听说边关有人在旱地种出几万斤粮。郑老板消息灵通。不是我灵通，是边关粮价变动太大。今天请你来，不是压价，是谈合作。土豆、红薯我按镇上最高价收，5文1斤。条件？只能卖给我。隆盛运去京城州府，你赚你的，我赚我的。独家公益。镇上3家粮铺背后，是不是也有京城人撑着？合作可以，但不是独家。叔娘子的意思是，我可以优先供你，但边关小户和军营我不会断，他们是我的根。我以为跟种地妇人谈价钱，现在是跟做局的人谈割局。孙继背后是州府赵家粮行，赵家大东家是户部侍郎远亲。你赊粮给军营，是断他们最大买家。你出现，不是抢生意，是打乱整个局，他在变了。户部侍郎的远亲，难怪孙掌柜这么横。那夜放火的不一定是孙掌柜的意思，
可能是州府赵家。我明天回营，跟李千甫说，轮值调夜班。你每天来回跑？不跑，骑马。我拦不住州府的人，但我每晚在家，他们动手前要多想想。好，我有个东西给你。阿黄掉的毛，你带着，万一在军营遇事，阿黄能闻出来。我信你。去部长干嘛？碎布头买不到了。不买碎布头，我买好料子。这是我画刀腹皮图样，您看看能不能用得上？你自己画的，先定20块，1块10文。好，谢谢掌柜。占我的地，凭什么？补偿从公田划给你。公田是碱地，我这是熟田，要么给银子，要么去绕不到。这是讹银子吧？你的地你说了算，渠不从你家敌头过。改线，往东绕石头坡，多花的钱我出。山上不对劲，萧俊，把阿黄他们全牵出来，今晚6条狗全守仓库。今晚怎么全出动了？山里安静的不正常。那就一起等。警报解除了，山脊那边的东西走了。野兽？不是不来，是在看。能在深山待一夜不下来，不是普通人。山景夜探。山脊那边是野狼沟，猎户都不去。北边最近有探马，也有马匪。他们看上仓库？不是仓库，是你家的粮。5万斤土豆红薯，在马匪眼里就是一个冬天的存粮。树河，马匪有多少？粮食不能全堆仓库，明天开始分散存放，运一半到山坡石洞。入口窄，里面宽，地势高，安全稳固。运输工具不够，去找郑老板借一些，限期3天，外援能来最好，来不了也没关系，村里有人。我来协调。靠里，留出走道。这里不潮，粮袋电包。阿黄，阿黄，叫大家来。从今晚开始，守好家。这地方好，守住洞口就行。今晚转完，仓库留几10袋空麻袋，装麸皮和干草。给谁看？给摸进来的人看。翻到麸皮，他们就知道扑空了。不是马匪，是2条野狗翻剩饭。今晚不是马匪，明天可能是。所以不能天天守着，得让马匪知道，来抢粮的代价他们付不起。怎么做？借军营的名，把仓库搬空给他们看。我要大人放出消息，萧家的粮已经全卖给军营。虚张声势，马匪会上当。马匪不是怕军营，是怕不值得。明天白天派兵去仓库拉粮，麻袋装满，再放军令，本月军营不外采。可以。慢点儿！这批粮今天并回营。哎，这是办什么？军令，萧家余粮全被军中收了，都收了。
客官面生，跑哪路的？听说这边有人种了几万斤粮。萧家粮全被军售收走了，3辆大板车，仓库都搬空了。嫂子，酒馆有人打听咱家粮，脸生，喝完酒就走。往哪儿走？没住店，往北边路走了。野狼沟方向。他回去报信了。他们会信吗？不信，就会来试。不要杀，射脚边，射马后尘，让他们带消息回去。下一剑能中腿，第一剑之下。4个人，4匹马，来了。下一剑就是腿，再下一剑就是胸口。往北跑了，4个人4匹马。探路的，探完了，他们会告诉头领仓库有埋伏，不值得。今晚给你加骨头。优先供货不独家，我想清楚了，可以签。郑老板为何突然松口？孙掌柜找过我，赵家愿出8文1斤收你下一季全部粮。你没答应。我若答应，今日就不会请你喝茶。赵家出8文是想稳住你，再慢慢收拾你。那你帮我挡回去，图什么？图你这个人，你修渠赊军粮，挡马匪，不像生意人。我愿意跟不是生意人的人做生意。合作可以，边关本地和军营仍不断。手艺不错，下个月再定30块。谢谢吴掌柜。你是凭手艺赚的钱。你那同乡舒娘子跟龙盛郑老板签了供货契，以后边关粮食生意，他是这个。他一直是这个。嫂子，下一季粮不愁卖了，可赵家不会算了吧？不会，压价、断货、纵火马匪，他们都试过。那还能怎么办？从官面下手，粮税、田产文书或者私占荒地。官府的事，咱们认识谁？郑老板认识。你就是那个种土豆、修渠、赊军粮的军户媳妇儿？是。有人递状子说你私占荒地，偷漏粮税。粮税1斤没漏，荒地有离迁户通行文书。状子被压下，是县太爷觉得边关缺粮食，为难种粮人，不好听。但状子能压第1次，未必能压第2次。我今日不是求您压状子，是想问按律法该怎么走程序。你不求压，反问程序，有意思。军户家属私田收入，按1成粮税上缴，不征杂税。这是户部红头文书，开国就定的优待条例，户部可查。原文可否抄录？不用抄，这本你拿走。我判30年局，没想到是一条狐狸找到水，一个媳妇儿领着羞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全村的功。往后谁说舒娘子不是，先过我这关。你们都想留下，我也是。 4个人，连仓库门都没摸到，有人埋伏，剑法极准。我每年花200两养你们，连军户媳妇儿都对付不了。他男人是百户，动他等于动军营，不能硬来，但软刀子可以慢慢割。州府粮商专营凭证，没有凭证，他的粮出不了。